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恩，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。这期我们结合近期的比特币市场走势，再看派币上主网的时机，天时究竟如何？希望能够帮助各位。高恩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，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，以后也会分享趣人趣事、知识故事、探索未知、实用资源的内容。大家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点亮小铃铛，打开提醒，支持下高恩。地利人和一战，之前高恩分享的内容有 Pi Network 共识机制、生态价值，也有用户数量及价值等等，基本可以归为地利人和一类。最后都绕不开一个核心，就是将来派币价格如何。可以说之前的内容我们暂时都可以认为地利人和一战。接下来派币价格能否快速突破，就需要关注天时了。当然了，我们不可否认，对实体经济有所支撑的派生态，价格方面不需要太过的担心。但是派币价格能否快速突破，短期还是要和币圈整体走势相关的。至于派币走出独立行情，这个概率也是存在的，但是相比于跟随市场整体走势的话，概率要小一些。不过如果币圈整体走势较好，对 Pi Network 有所助力，相信这也是所有派友都希望看到的。然后我们来看比特币的走势。比特币随着各国政策的出台，从最高点6万多美金回落，然后自2021年5月20号左右开始，比特币行情开始进入到一个箱体的震荡阶段，直到最近经过2个月多一点的这个箱体震荡阶段，比特币价格重回4万美金，开始触碰箱体的上方，试探突破。比特币作为币圈公认的市场风向标，要说一条新的公链的上市和它没有一点关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里我们简单的以 EOS 来举例， EOS 链上主网后赶上17年后的熊市，再加上自身团队的受阻带来了生态不健全，变成了如今半死不活的状态。不能说全是熊市的原因，但是有一些关系。我们可以这么想，如果当年 EOS 链上主网的时候牛市正在，相信 EOS 走的要比现在还要更远一些，起码当时市值要涨得更多一些，也有可能会给团队更多的信心。当然不可否认的是，其团队的影响因素占比比较大。那么现在比特币重回4万美金，是否意味着牛市回头？个人认为，虽然重回4万，但现在并没有突破箱体的一个事实，只能说有突破的趋势。如果近期这轮上涨，比特币的价格能够突破41000美金，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比特币突破的这一阻力将会迎来短期的一轮上涨。但总体看的话，市场整体的是下行阶段。可以看一眼这条下行的趋势线，这是从最高点6万多美金这个点位，再加上接下来的一个高点，2个高点连成了一条趋势线，延长后发现和最近的一个突破阻力的一个点位重合，所以说这个点位还是比较重要的。那么这轮突破的短期上涨，个人不看好能够一口气去突破回到这个6万美金，这个有点不太现实。在这个点位，要么就是继续回落，继续震荡，但是有不小的可能它会突破，然后来一轮回踩，再进行上涨，这样的可能还是有的。所以说回到56000、58000美金还是有可能的。那么下行阶段中，这个短期的一个上涨走势，它维持多久才是我们最需要去关注的。Pi Network 映射主网的天时，我们首先要明确 Pi Network 的价格和生态
前辈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以往我也在提，未来将会是资本因素转向实体生态因素，但是资本因素还是会存在，并不会消失，所以我们要关注市场。如果Pi Network 映射主网赶上币圈市场整体的上行阶段，那么对于派币价格将会有所助力，否则就需要单纯的以生态吸引资本，这个过程就会变得稍微长一些。因为币圈的这个市场走势，它吸引资本是最快的。之前在社区中就有派友提过一个观点，只谈生态但是没有好的价格，就无法吸引来优质的资本，并且以医疗行业生态的 DYN 来举例，虽然有所偏颇，但不能说没有道理。影响一个加密货币价格的因素不仅仅是生态，还有资本、项目团队、项目技术、运营状态等等。那么 Pi Network 能否抢跑，且看天时。正如以太坊以往走过的路，先有公链本身，开始推广营销，提升技术，完善生态，吸引资本。无论哪一条没有做好，就没有现在的以太坊。在币圈整体结构逐渐定型的现在，期待 Pi Network 能够走出币圈野蛮生长时代以太坊的路。如果能够赶上一阵上行市场，相当于在同类型项目中又抢跑了一段距离，提前吸引了部分资本，曝光度也能够有所增加，所以这个抢跑还是有一定意义的。虽然这期我分享了对于比特币市场的走势，但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只是希望大家在跟进 Pi Network 项目的同时，关注下市场的整体走势，这和将来你对于你手中派币的处理方式也息息相关。现在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很多仿盘，遍地撒网的同时，相信大家能够守住自己的钱包，不过还是自己有所判断比较好，否则仿盘多如牛毛，全去参与也是很累的。在将来，类似以太坊和 Pi Network 的生态公链，甚至实体经济的生态公链将会是主流，空气项目将会越来越少。因为随着区块链的普及，它不再那么神秘，大家开始知道区块链经济的真正价值所在，而非仅仅资本获利那么轻巧。以上就是本期要分享的内容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赶快来一波3连吧。接下来几期内容将会继续结合实例分享 Pi Network 在物联网等等行业应用结合的可能性，当然也会继续关注市场行情。欢迎关注公众号混沌界，获取高远个人最新内容以及实用软件资源。至于群组，短期还是会以 Telegram 为主，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加入群组。如果你想了解交易市场，个人推荐币安交易所，注册链接放在说明区和评论区。我是高远，下期再会吧，拜拜。